1940年7月16号，希特勒向军队发出准备登陆英国的指令，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要在8月之前完成。此时的英国已经是元气大伤，派到欧洲大陆的陆军被打败，虽然通过敦刻尔克回来不少，但是损失了全部的重型装备，50万吨军用物资落入纳粹手中，100多架飞机被击落，200多艘各样战舰被击沉。英国现在瑟瑟发抖，就连刚当上首相不久的丘吉尔都说，如果此时一支经过精挑细选的军队来攻打英国的话，我们就会遭受重创。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不同于丘吉尔的困境，此时的希特勒可谓是春风得意坦克骑，一日看尽巴黎花呀。他认为在德国强大的军事压迫下，英国应该很快就会投降，于是他把自己的重心转向了苏联一方，开始谋划怎么去拿下苏联。但是在等待英国投降期间，希特勒发现那位英国首相根本没有想要投降的意思。此前跑到英国的法国准将戴高乐在6月18号通过 BBC 发表讲话的时候，他感觉他们只是装腔作势，过不了几天就投降了。现在马上都要8月了还不投降，那就只能进军了。希特勒批准了海狮计划，他们设想在多佛尔海峡德国的一侧对英国一侧的海防设施进行打击，同时出动飞机夺取制空权，在英吉利海峡上开辟一条走廊，将走廊的两边围住，由潜艇进行保护，陆军再通过轮渡登陆英国本土，在空军的掩护下拿下英国全部。在准备阶段，德国就在海岸线集结了13个师、168艘运输舰、1910艘驳船、419艘拖轮，还有1600艘汽艇。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军队将领也反对操之过急的行动，因为英国以逸待劳，肯定防范严密，于是作战计划一拖再拖。在正式开打之前，双方先是来了口水战、心理战、情报战这些。时间来到7月10号，德国空军开始了行动，对英吉利海峡的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袭击，清除登陆作战上的障碍，同时引诱英国空军进入埋伏圈，尽量清除。不过戈林的小算盘落空了，英国空军面对嚣张的德军战机，表现出来了非凡的空战技术。在第一阶段的空中对决中，英国皇家空军击落德军战机227架，己方损失96架。在8月1号，希特勒签发第17号作战指令，要求德国空军尽快马上打垮英国空军。空军元帅戈林制定了代号为鹰的计划，希望尽可能大的打击英国战机，为日后的登陆作战清除障碍。从8月2号到9月6号，英国东南部以及伦敦周围的军用机场、后勤补给设施、雷达观测站和飞机工厂成为了德军的重点对象。格林的英日因为天气情况推迟到了15号，英德双方迎来了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战。德军轰炸机群在这天完成了对英国本土军事设施的轰炸，在返航途中遭遇了前来复仇的英国皇家空军。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很快把担任护航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打得七零八落，不少轰炸机也被击毁。在这一天的空战中，英国大获全胜，共击落76架德军战机，损失34架战机。之后的3天，德国空军继续大规模出动，轰炸成果都不如第一天，自己损失反而越来越大。19号到23号空战停止了5天，24号双方空战第2阶段开始，德军对英国剩下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英国防守截击，双方开始了极密的空战。德军每日出动1000架次以上，有时差点超过2000架次。英军飞行员也是高度紧张，空战一个接着一个，飞行员大量伤亡。空军指挥道丁上将面对严峻的形势，还是没有动用后备力量，受到了前线和后方战士的不少谴责。抱怨归抱怨，但前线的将士的士气依然高昂，地勤人员也是连轴转，不少体力透支，在工作中晕倒。皇家空军虽然伤亡比德军小，但是德军后勤更为强大，依然有能力发动后边的攻势。在8月24号，12架迷航的德国轰炸机迷到了伦敦，在市中心投下了炸弹，这让英国上下十分恼火。炸周围军事设施还能忍忍，这下真的忍不了了。在25号，英国空军出动81架轰炸机对柏林进行空袭，尽管造成的伤害很低，但在德国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毕竟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已经膨胀到了极点。在28号、31号又再次空袭柏林，
让德国人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希特勒被彻底激怒，准备对伦敦进行毁灭级轰炸。从9月7号开始的7天，德国对伦敦不分昼夜进行大规模空袭。皇家空军在这段期间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时间来到9月15号，皇家空军300多架战机应战前去轰炸伦敦的德国空军。德国这边200架轰炸机、600架战斗机，数量悬殊。这就要看飞行员的实力了。战斗持续了1整天，数量落后的皇家空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天也是空战的转折点，德军损失了183架战机，皇家空军仅损失40架。戈林呢，估计要被气疯了。16号，皇家空军开始对海面上的德国舰船进行进攻，德军100艘舰船被击伤击沉，损失重大，使得希特勒放弃集结沿海船只。后边的几天，双方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空战行动，德军的空袭行动也很小。在10月1号，戈林有了新的想法，他觉得和英军交战的时候，他们总是专注于轰炸机，防止轰炸伦敦，对于战斗机则是没有那么在乎。于是他把 BF-109 加挂炸弹去进行轰炸，结果如戈林预料的一辆加挂炸弹的 BF-109 顺利完成了轰炸任务，连连得手。不过这种方法很快被英军识破了，毕竟大家都不傻，能不停地在一棵树上撞死吗？10月份，德军继续对伦敦空袭，试图逼迫英国投降，但伦敦市民依旧保持着日常生活，就是织毛衣的时间变多了。织毛衣是轰炸期间最好的解压方式，还能支援前线。10月12号，希特勒推迟了海狮计划，当然这只是为他们进攻苏联打的掩护。虽然计划延迟，但德军并没有就此结束对英国的轰炸，从伦敦转向全英国。这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因为重心已经转向苏联方向，从消灭皇家空军变成削弱英国的军事工业力量，造成了重心还在英国的假象，掩护进攻苏联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军对考文垂的轰炸。在德军行动之前，英军破译了德军的艾尼格玛密码机，掌握了德军的行动。但是为了不让德军知道英国已经破解，内阁决定一切照旧，如往常一样等待德军到来。德国空军在新型无线电导航技术的指导下，轰炸十分的准确，投下了众多的爆破弹、燃烧弹，还心机地投下了很多岩石炸弹。考文垂市区受到严重迫害，在轰炸过去的35天后才恢复水电供应。这次行动，德军仅损失了1架战机，还有1架被击伤，可以说是十分成功。但这次行动对战局来说，则是可有可无的，又没有后续的行动了，只是单纯的复仇，只会加深英军对纳粹的敌意。英国在之后面对德军精确的无线电引导进行了针对措施，使得德军后面的炸弹大部分都投放到了郊区。德军在进攻苏联后便停止了对英国的空袭行动，英勇的皇家空军阻挡住了德军，打击了纳粹，保卫了自己的国家，同时准备反攻欧洲。而希特勒的东进行动虽然前面很顺利，但是冬天的到来也意味着德军的好日子到头了。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